当一个赌徒输光了底裤，通常只有2个选择，要么上天台，要么打造一个天堂。19世纪40年代，美国展开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改革，然而逼着他们改革的是一场1837年的大恐慌。在那之前，美国人过的那叫一个飘。杰克逊总统像个散财童子，满大街都是钞票，大家觉得我们都是天选之子。结果泡沫破了，银行关门，工厂倒闭，25%的人失业。曾经在华尔街抽雪茄的体面人，现在要在纽约街头为了抢一块发霉的面包打得头破血流。这时候，一个极其诡异的群体心理出现了。按照常理，人穷疯了应该去抢银行，去造反。但美国人没有，他们坐在废墟上，开始了一场集体思考：为什么我会破产？肯定是因为我不够完美。为什么国家会崩溃？肯定是因为社会有罪恶。既然在物质世界里我们已经是个穷光蛋，那我们在精神世界里必须当个亿万富翁。于是，一场名为第二次大觉醒的运动像病毒一样传染了整个北方。这帮人决定要像修理一台坏掉的蒸汽机一样，把这个国家所有的零件全部拆下来，重新打磨，组装成一个至善至美的人间天国。改革的第一刀就是教育。在改革者的眼里，人坏了不是因为他天生坏，是因为环境没调好。如果你穿越回那个年代的马萨诸塞州，你会遇到一个叫霍勒斯曼的狠角色，他是美国公共教育之父。他认为，如果野孩子不能接受教育，将来就是只会捣乱的暴民；如果受了教育，那就是完美的工业耗材。当时的工厂主正头疼，乡下来的工人懒散、迟到、不懂规矩。于是霍勒斯曼设计的公立学校简直就是工厂的预备役。首先打铃上课，训练你的时间观念，以后上班别迟到；然后排队放学，训练你的纪律感，以后上流水线别乱跑。最后要尊重权威，训练你的服从性，以后要学会听老板指挥。在19世纪末，美国的公立学校已经遍地开花，短短几十年时间培养出一大批能让美国在工业上迅速崛起的人力资源。而美国这一套教育体系，就是1843年霍勒斯曼去了一趟普鲁士考察，因为普鲁士是全欧洲最早搞出这套教育来的。霍勒斯曼简直惊呆了。相比之下，美国把这套系统叙述学会的英国对此不屑一顾。英国直到1870年才匆忙通过初等教育法，开始搞公立学校，这时候已经被美国甩在后面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美国在工业上能反超英国。虽然是抄作业，但美国这套公立学校系统也有一点调整。欧洲国家的人口相对单一，但美国是移民国家。19世纪末，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犹太人涌入美国，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信着不同的神，互相看不顺眼。如果不把这帮人格式化，美国就是一盘散沙，甚至会分裂成几十个小国。所以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里，不管你在家说意大利语还是德语，进学校必须说英语。不管你爸是爱尔兰农民还是波兰鞋匠，早上都要对着星条旗宣誓。孩子算是管住了，剩下的成年人咋办？这帮人最难搞，因为他们都在喝酒。1820年代的美国人人均年消费酒精 6.6 加仑约25升，什么概念？相当于全美国不论男女老少，每天都在抱着威士忌瓶子吹。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在农业时代还没啥大问题，农民喝醉了，顶多是把沟犁歪了，或者是睡在田埂上。但是当工业革命的齿轮开始转动，资本家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 bug， 这些成年人不好用。我刚花巨资买了一台精密的蒸汽纺织机，结果你的工人早上一来，满身酒气，手一抖，把机器砸了。于是北方的工厂主们达成了一个共识，要想让美国工业起飞，必须先把工人的酒瓶子砸了。同时美国人的严重嗜酒也带了许多暴力事件，所以必须禁。然而非常奇怪的问题发生了，美国后来确实把酒禁了，但养肥了一帮黑帮头子，这就给那帮原本只能在大街上收保护费、偷钱包的小混混送来了一个万亿级的风口。以前混混抢劫风险高，利润低，还要被警察追。禁酒后，卖酒风险低，利润高，甚至一些警察都成了你的顾客。这是犯罪界的工业革命。原本一盘散沙的流氓，为了运送这些液体黄金，开始组建车队，购买船只，打通供应链。日后美国极为庞大的黑帮集团就此诞生。不过这属于后话，他们没收了你的酒杯，塞给你一把扳手。禁酒解决了，就是展开一场废奴运动。如果说前面的改革只是修修补补，那么废奴运动就是给美国做了一次开胸手术。早期的废奴派很温和，想花钱赎买，但1831年加里森创办《解放者报》，彻底掀了桌子。他不仅仅是在反对奴隶制，他是在攻击宪法。他当众烧毁宪法，称其为与死亡的盟约。紧接着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站了出来，用自己的伤疤告诉北方白人，奴隶制不是经济问题，是罪恶。最终这场改革引发了日后美国的南北战争。男人的问题是解决了，接下来轮到另一群人的改革，他们就是美国的女性。在此之前，美国女人只有2个属性：一生育机器，二道德保姆，让丈夫不酗酒，让孩子听话。改革派的男人们为了废除奴隶制，把女人们动员起来，教他们怎么演讲，怎么搞请愿，怎么组织集会。结果玩脱了，女人们在搞废奴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了一个尴尬的逻辑漏洞。你说黑人不能被当成财产，那为什么我是丈夫的财产？你说黑人应该有投票权，那为什么我也没有？1848年，斯坦顿拿出了那个核弹，名为情感宣言。这一招太绝了，他没有另起炉灶，他直接模仿美国男人们的独立宣言。杰斐逊说所有人生而平等，斯坦顿改了一个词，所有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
你男人不是把独立宣言献上神坛吗？你不是说这是天赋人权吗？那好，我现在用你的逻辑来攻击你。如果你反对我，你就是在反对独立宣言，你就是反对美国精神。而且斯坦顿还模仿独立宣言对英国人的控诉。当年杰斐逊写独立宣言列举了英王乔治三世的18条罪状，斯坦顿也列了18条。杰斐逊骂英王，他剥夺了我们神圣的立法权；斯坦顿骂男人，他从未允许他行使选举权。杰斐逊骂英王，他让我们在法律上得不到公正；斯坦顿骂男人，他剥夺了他作为已婚妇女的所有财产权，甚至包括他赚的工资。太狠了，他把每一个美国丈夫都变成了那个被他们打倒的英王乔治，他把每一个美国家庭都比喻成了那个被他们推翻的殖民地。19世纪的美国人在经济崩溃的废墟上，试图用良心和意志强行把一个粗糙的农业国拉扯成一个有灵魂的现代国家。在此之前，美国是野蛮生长的，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干。于是他们搞教育，搞禁酒，搞废奴，这是美国从野蛮资本主义向现代文明社会的一次痛苦转型。